24岁气质美少女去相亲，第一次见面就让男嘉宾送自己3880元的衣服。你那衣服恁个多，你拿一件便宜的送给我嘛，送给我嘛，送给我嘛。男嘉宾听后也是一脸不可思议，觉得这样的女孩既虚荣又势利，于是选择果断拒绝。这个店又不是我开的。女孩听后显然很是不高兴，觉得男嘉宾太小气，竟然连一件衣服都舍不得送。但碍于男嘉宾帅气又多金，自己对他还是很满意，于是又提出了要一个大房子。你200个平方才住得下5、6个人噻。男嘉宾听后直接傻了眼，因为按照当时重庆的房价，200平需要200多万元，以自己目前的经济能力根本买不起，于是也就觉得两人可能不是太合适。女孩名字叫小文，今年24岁，不仅身材颜值出众，而且穿衣打扮追求时尚和潮流。一次偶然的机会，小文看到了一档相亲栏目，立刻对里面的男嘉宾一见钟情，比较喜欢他这个工作，然后就是说他就是帮女生服装搭配呀，这些时尚啊比较喜欢。这位男嘉宾姓陈，是某公司的服装设计总监。陈先生不仅高大帅气，而且有房有车，事业有成。小文在看了节目后，觉得陈先生有品味有内涵，非常符合自己的择偶要求，于是就报名参加了相亲栏目。节目组得知了小文的诉求后，也是第一时间安排了两人见面。陈先生看到小文的第一眼，虽然觉得他长相一般，但气质倔强。小文自然更不用说，对陈先生是相当满意，因此两人都不约而同地为对方打出了9分的高印象分。本人比电视上看起来更帅，更帅一些，更清新了，是不是？那也给你10分，你给陈阳打个分，9分吧。眼看到了饭点，在红娘的建议下，他们决定边吃饭边聊天，以此增进双方的了解。但令人没想到的是，点一份这个剁椒蹄花，再点一个辣子生鲍鱼，然后再点一个那个酱爆瓜瓜，然后要一个水煮肉片。好家伙，就说姑娘你是有多饿吧，一口气包了10来个荤菜，而且还都是辣的。红娘也觉得确实有点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于是劝说小文少点几个够吃就行了。可小文听了却不以为然。我们平时出去吃饭呢，点的菜都是比较多的，然后我就是怕别人不够吃嘛，所以说多点一点。听到小文这样说，陈先生虽然有点不是很高兴，但也怕人家说自己太抠门，于是也就没再多说什么，便主动给小文夹起了菜，想让他多吃一点。我不吃，海椒太多了，又有点肥了。你平时很喜欢吃辣椒吗？一桌都是辣椒。我不是很喜欢吃海椒，因为我觉得重庆人都比较喜欢吃海椒噻。我点了不代表我要吃噻。小文再次的语出惊人，彻底把陈先生整无语了。感情这钱是大风刮来的呀，但是既然点都点了，说什么也不能浪费了。陈先生只能把一肚子的怨气化为食欲，开始对着满桌子菜大干起来。而小文只是简单吃了几根青菜。他有点不听别人的建议，有点太自我了，他全部点些辣的，然后点了那么多也不吃。吃完饭的小文一刻也没闲着，拉着陈先生就是一波灵魂拷问。聊天中，当得知陈先生是家中独子后，他就担心其将来和父母住在一起，房子太小了肯定住不下，于是就向陈先生提出了房子的具体要求。现在有啷个说嘛，才要200个平方才住得下5、6个人噻。200多个平方，按照重庆的这个房价要200多万。难度可能相对来说有点大。听到陈先生既买不起大房子，又要和父母住在一起，小文显得很不高兴，当即表示：现在一般都要生2个孩子，再加上他父母6个人，所以他父母跟我们住在一起，负担还是很大的，我觉得。显然，小文对待父母的态度触碰到了陈先生的底线。作为家中独子，将父母拒之门外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于是，陈先生就借口上厕所的机会找到了红娘，表达想要提前结束相亲的想法。红娘听后也很是为难，觉得这样不辞而别很不礼貌，于是建议陈先生不管结果如何，还是当面说清楚比较好。可能我今天有点忙，工作上的事还没完成，我们早点结束。没有关系啊，下午反正没有事，可以跟你一起去看一下嘛。单位上的人可能有点多，也不方便。改天给你打电话吧，反正没有事，一起去看一下嘛。看来真是被狗皮膏药贴上了，想甩也甩不掉了。再加上红娘从中调和，陈先生只好极不情愿地同意了小文的要求。来到陈先生的公司，小文也彻底不装了，开始拿着衣服在自己身上各种比划，并向陈先生疯狂地暗示。陈先生当然明白他的小心思，但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始终没有给小文试穿衣服的机会。你先在这里坐一下，我上去还有点事。看着陈先生离去的背影，小文心里是10000个不甘心。他想不明白，凭借自己的身材和颜值，为何会受到如此冷落。半小时后，陈先生才不慌不忙地从楼上走下来。见陈先生还是没有任何表示，小文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决定主动出击。你还等好久嘛？要不这样嘛，我试一件衣服嘛。行啊，你就随便试了。
我们这个反正也是拿来卖的。陈先生说的话够直白了吧？但小文硬是没听明白，拉着服务员就开始挑选起衣服，而且选了一件最贵的旗袍。美女，你那件衣服的那个内铺价是好多？哦，这件定做的话是3880的。该说不说，小文穿上这身旗袍，还真是如同仙女下凡，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只见她对着镜子比划了老半天，也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满意。看这架势是不准备脱下来了。陈先生则在一旁冷眼旁观。小文见状也就索性直接摊牌了。你那件衣服恁个多，你拿一件便宜的送给我嘛，送给我嘛，送给我嘛。这个店又不是我开的。小文看到陈先生如此的不解风情，顿时脸黑了下来。但是为了缓解尴尬，只能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跟你开玩笑的呀，把我钱还回来了。看到这里，这场相亲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不出意外，两人最终没能牵手成功。节目最后，怒其微笑的小文还不忘对陈先生狠狠吐槽了一把。就是那件旗袍，我叫他便宜卖给我，他也没有什么表示，他也太小气了吧。看来做人真的贵在有自知之明。你在向别人索取的时候，首先应该想一想自己是否具备这样的资本。大家说对吗？24岁绝美小公主第一次去相亲，虽然自己月收入只有3000，但是却要求相亲对象至少应该要在2万以上吧。还没等男嘉宾反应过来，女孩接着又开出了自己的天价条件。这个男孩子吧，他必须要有房，这是最基本的条件。然后其次呢，车也是要有的。然后我希望他就是能成熟懂事一点。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做饭一定要好吃，因为我做饭就超级的难吃。好家伙，有房有车还要成熟懂事，不仅要会做饭，还要做得好吃。姑娘，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吗？男嘉宾听后也觉得女孩既单纯又无知，想法如同天马行空，不切实际，于是霸气回怼道：如果说我2万加，我们月收入是2万加以上，我为什么选择他？我有更多的选择。女孩听后则不以为然，她认为自己天生丽质又温柔似水，就是上天派来享受人间的小天使。所谓的人间烟火，在她这里根本行不通。女孩子千万不要陪一个男孩子吃苦，因为最后吃亏的只有自己。这个迷之自信的女孩名叫杨琪，今年24岁，目前是一名电商客服，月收入3000元。琪琪虽然性格外向活泼可爱，但却有着一段失败的情感经历。当时由于男友的家庭条件不太好，她的妈妈又极力反对，琪琪不得已结束了男友6个月的感情。也许是这段痛苦的感情经历悄悄改变了她的择偶观，琪琪暗暗发誓余生绝不再将就。为了找到满足自己条件的男士，琪琪甚至放宽了对对方年龄的要求。能够满足你这个条件的，可能他的年纪会比你大很多。另外一种就是可能他有过一段婚史，那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男孩子？10岁之内可以接受。得知了琪琪的想法，节目组很快想到了条件不错的杨先生。杨先生今年33岁，从事人力资源工作，除了1.60米的身高确实有点低之外，杨先生在各方面都与琪琪的要求完美契合，关键是还很会做饭。会做饭吗？一些常见的菜啊，肯定是会做的。我最喜欢的还是煲汤。听到杨先生说会做饭，琪琪也是对他增加了些许好感，于是便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询问起他最关心的房子问题。你有房吗？有。可以问一下你房子是在哪里的吗？都在那茶园那边。杨先生表示自己在主城区有房，并且父母也有自己的住房，结婚后不会和他们住在一起。琪琪听后很是满意，觉得杨先生非常符合自己的条件，于是就讲起了自己想创业的想法，希望得到杨先生的支持。开个麻辣烫店，我觉得挺可以的。你如果想做餐饮，你能吃那个苦不？杨先生听后则觉得琪琪的想法太天真，先不说创业本身就有风险，单餐饮业就是一个又苦又累的行业，而且他又不会做饭，估计很难坚持下去，于是就找到红娘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我觉得他的想法是比较简单，他就是想感受那种当老板数钱的那种快乐，感受那种快乐。红娘对杨先生的看法很认同，同时也隐约感到两人10岁的年龄差距可能会存在代沟，而两人接下来的聊天也印证了红娘的猜想。结婚的话是你觉得是多久要个小孩呢？目前没考虑过这些。首先嘛，我觉得我们自己的经济基础必须得稳定。你想嘛，现在养孩子消费太大了。琪琪认为自己30岁以前不会考虑这个问题，而且生孩子的前提是要有很好的经济基础，两人的月收入加起来要达到2万元以上。如果满足不了这个要求，他宁可不要也不会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吃苦。琪琪的观点无疑给杨先生浇了一盆冷水。要知道现在琪琪的工资只有3000，要实现两人加起来2万多元的目标，显然差距还很大，但琪琪却似乎并不担心。我工资不可能一直这么低噻，我肯定会涨嘛，然后你应该也有会涨工资的可能嘛，对不对？只不过这个没那么快，可能会在后面5年到10年这个期间。看来琪琪还是太年轻，5到10年以后物价也会水涨船高，那时的1万元根本没有多大意义。他甚至认为琪琪就是根本不想努力，只想着对对方一味索取，坐享其成罢了。如果说我一个人的那个月收入是2万以上，那我为什么要选择他？他不会做饭，自己能力反正也就是每个月3000块，涨的吧，反正也就
那个样子是吧？他这个什么都不会，然后要求又很高，我觉得就有点不切实际，天马行空了这个想法。不出意外，两人的相亲最终以失败告终。其实琪琪的想法也无可厚非，毕竟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但要清楚的是，你在要求对方的同时，又能给对方带来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大家说对吗？51岁高要求集美相亲，直言自己必须要找一个有颜有钱还心甘情愿照顾自己的高富帅。因为我自己家务事不太会做，煮饭也不太会，反正要互补一点嘛。希望能找个能干一点、会做家务的呀，会煮饭啦那些方面的。不仅如此，女孩的闺蜜也提出了她对集美相亲对象的要求，肯定是要高大大，很帅气的。因为我闺蜜她都是比较属于那种追求很完美的人。闺蜜认为像女孩这般优秀的小公主，自然是要找一个心甘情愿做保姆的老公，因为凭借着女孩貌美如花的颜值和国色天香的气质，现在的大部分高富帅依旧还为她着迷，并且自己闺蜜的另一半必须要是有颜有钱的全能型好男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然后有责任心一点，能够担当起这个家庭，然后大家出去游玩的时候嘛然后又出得动。同时在经济方面也同样要非常出众，因为二人都一致认为只有资产雄厚的顶级帅哥才能够基本满足女孩未来的经济需求。经济问题嘛反正就是能够，但是他自己很有实力的。女孩名叫雷善志，51岁重庆人，身高1.58米，职业是退休教师，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在此之前，善志曾有过一段婚姻经历，现在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外孙。一直以来，善志都心向自由，她不希望被生活的压力束缚自己。年轻时的她经常和朋友们一起爬山游玩，而这却疏于了对家庭的照顾。可善志却认为是她的老公不能给她足够的陪伴和经济基础。她认为像她这样可爱的小仙女就应当享受生活的快乐。要知道，独立女性是绝不可被定义、绝不可被质疑的。于是，在和闺蜜的互相鼓励下，善志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婚。但现如今，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善志非常清楚，她必须找个好男人来照顾自己。因为作为一名绝美的小仙女，她从没有做过家务，并且她对做饭也一窍不通。此次相亲，善志为了防止自己受到男人的欺骗，她还带来了自己最好的闺蜜把关。她认为闺蜜就是女性独立自由的典范。在大致了解了善志的要求后，节目组编很快为她匹配到了第一位男嘉宾周先生，53岁重庆人，身高1.65米，现在是一名装修工人，月收入在1万至2万之间。一直以来，周先生都对自己的职业非常自卑，因此他对女生也没有任何的要求，他只希望能通过2个人共同的努力追求更好的生活。可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努力奋斗的男人，二人一见面，善志和她的闺蜜就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我感觉那个照片跟他本人差距还是很大的。善志表示她并不是歧视对方的职业和长相，她只是觉得对方和自己没有眼缘。随即她便立马表示自己不愿和对方继续相亲，因为她绝不可能和这样的男人浪费时间。无奈善志的此次相亲也只好草草结束。更没想到的是，善志和闺蜜竟在男嘉宾离开后突然指责起了节目组的安排。他们认为这次相亲失败的原因全都是因为节目组的问题，因为大部分高富帅肯定是会对她一见钟情。闺蜜猜测节目组一定是嫉妒善志找到真正的爱情，并且还直言表示，如果节目组不能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他们就绝不会轻易离开。随着老版本 T0的逆天发言，节目组上下也都陷入了无奈。但迫于节目需要正常播出，在商议过后，节目组还是决定再为善志匹配一名合适的男嘉宾。向先生56岁重庆人，身高1.65米，现在是一名工程经理，保底收入在1万元以上。与上一位男嘉宾不同的是，善志认为向先生的工作非常体面，只有这样的男生才能配得上他。平日里向先生有很多兴趣爱好，喝茶钓鱼他也都样样精通。这一次节目组在向善志汇报后，才小心翼翼地安排二人见面，因为毕竟善志认为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有资格见到自己。二人见面后，闺蜜率先询问起了对方的家庭情况和工作能力。在了解到男生不仅对厨艺颇有研究，甚至性格和收入都能够满足善志的要求后，善志和闺蜜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可就在以为善志终于对对方满意时，闺蜜竟再次展现出了逆天发言。个头嘛都说是差了那一点，就是他腾不出来时间来陪他。因为他事业心很强嘛，这个男士。闺蜜认为善志需要的是随叫随到的男人，对方在保证经济条件的前提下，还要每时每刻都能够照顾善志。见此情形，主持人也只好劝说二人，男生的退休年龄本就要晚于女生，况且这位男嘉宾也很快就要退居二线。但没想到闺蜜竟在这时再次表现出了对对方身高的强烈不满。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高度好像不怎么高。闺蜜认为身高低于1.75米的男生都配不上善志，因为毕竟善志足足1.58米的身高也已经非常出众，再加
上男嘉宾还是太过普通，能让他的发言的至少要是年轻有为的高富帅。你说他很有钱，他也不是很有钱；你说他很差劲，也不是很差劲，是吧？没办法，此次老版本T0的相亲之后以失败告终。相亲结束后，山治依旧认为他可以不会做家务，但对方必须要会，并且他可以不能赚钱养家，但对方必须要能。那么对于这样的高要求可爱及美女又有怎样的看法呢？我想和我爸妈说一件事，我这辈子大概率呢是不会结婚了。我今年39岁，我已经准备好一辈子自己一个人，准备好呢自己生育，不需要另一半。自从前几天回到老家的时候，见到所有亲戚朋友，他们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找到男朋友了吗？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已经39岁了，不要再挑了，眼光放低一点，差不多凑合一辈子就过去了。就连我亲妈也这样说，并且不止说一次，还说你周边比你小的都已经结婚生子了，每次你说到他们就很羡慕的样子，感觉你的女儿很惨很可怜，就好像被抛弃的流浪狗一样在街上游荡。大家看到她的眼神呢都是异样的，让我自己觉得好像自己真的那么可怜，那么没有人要，那么没有人爱，可却从来没有人问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怎么走到今日的。到现在广州有房有车，还有自己的事业，怎么从小职员走到管理层呢？好像所有人都会认为我没有结婚就是没有人爱我一样。记得前阵子看到明星留言，他有豪宅有名气有能力，可他妈妈的一句还不是大龄剩女嘛，就否定了他所有的努力。真的有的时候你们的思想很难让人理解，好像只要是个女人，如果没有婚姻，她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她就不幸福。我今年39岁了，可能在你们眼里什么都不是，可是我自己不觉得，因为现在这是我努力的黄金期，我的人生还很长的路要走。我不想在年轻的时候去照顾一大家子，去讨好婆婆，去讨好老公，生怕他们哪一天不爱我了，时刻都要警惕着。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吧，而我觉得快乐不仅于是家庭爱情，我的快乐更多于是在努力奔跑，成为最好的自己。我想干嘛我就可以干嘛，我想疯就疯，不用为了某个人去做乖乖女。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束缚我，毕竟人生只有一次。我希望他能活得开心自由。说这些我不是说排斥结婚，我以前甚至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快到婚姻的时候我却害怕了，怕那些男生想让我成为他们喜欢的样子，让我成为他们喜欢的小娇妻，就好像被关在笼子里面的小鸟，没有了自由，没有了方向，整日在鸟笼里面，久而久之甚至抑郁。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和我妈说，现在时代变了，没有男人一样可以过得很好，因为钱我可以自己挣，房子我可以自己买，情绪我可以自己给自己。我不觉得婚姻它就能让我快乐。我现在是比任何人都清醒，所以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觉得你的女儿可怜了，而是要为你的女儿骄傲。她那么优秀，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她有房有车有能力，这就是你的骄傲。